好，刚才我们讲完手柄了啊，这里我们讲一下凯利包的第二个小难点吧。因为对于很多新手来讲，刚开始做这个 H 夹的东西呢，这个内袋它有点理解不了。其实很简单的，我这里先做好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还没做，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比较方便。整个内皮呢是有一个预大的板，然后把这个内皮按照预大板裁下来就可以了。因为我用的是缩纹羊皮嘛，它比较软，所以我后面加了一个对焦的棉铺啊，这个还是比较好的，给它增加一个手感，还有一个增加一个强度。咱们再说回这个拉链带啊，这个拉链带的板是这个，因为这个内带啊就是两面一曲啊，然后给它这样缝上就可以了。然后拉链本身呢，你可以做对折啊，也可以做像我这样给做一个折边啊。这个折边就是大概是这样啊，里面的这个零钱袋的这个插带的这个里皮啊偏小一点，然后外皮偏大一点，给它折过来，压住，然后上面缝一道线，然后把边缘修正就可以了。然后修正完之后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缺口啊，这个是跟别人学的啊。这个缺口呢是主要降低这个缝完之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多层的重叠量，降低厚度用的。然后呢，把这个孔和这个孔折叠在一起，叠加在一起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去打展缝合，这样的话，一旦压合之后，这条线和这条线几乎是重合的。这样看起来呢就比较好看，而且呢增加了这个内带的一个空间，也增加了实用性。所以说这个内带的结构呢是非常经典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不知道我是讲的有点细啊，还是讲的有点啰嗦啊。反正讲都讲了，就是希望大家能讲清楚啊，要不还不如不讲的，对吧？至于怎么做呢，其实还是蛮简单的。上面这条线缝好之后呢，根据版型上的展位呢，把这两边的展打好，然后对折对折之后缝起来。这个地方要提前邮边啊，缝起来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侧给折一下，然后呢，把这条线沿着这个展孔呢，我们给它缝合起来就可以了。缝合完之后呢，就是剩下下面这个边。其实下面这个边呢，拐角这里有一个展孔，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个展孔，是这三层，就是这个折叠起来之后，这个缝完之后，这不折叠起来了吗？折叠起来之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折弯的，折弯的是2层，再加上这个，其实一共是6层，因为它是对贴的嘛。把这个地方分别片一下啊，随便削一下就可以了，降低整体的厚度。然后呢，再对着下面这个展孔给它缝合在一起就可以了。说起来很麻烦，其实大家动手试一下，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简单啊。所以这个结构呢，应该是这个品牌特有的吧，因为它很多款包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内带。这个双向折的长口的插带呢，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双拉链，这个是后身的拉链带。这个呢，很多刚接触皮具的皮友做下来也是特别头疼，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稍微细的讲一点。好，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拉链怎么去装。首先我们把拉链分开啊，一人一半。这个拉链我用的是单向的，不是玉米牙的那种所以它是有正反方向的，不要搞错啊。然后这个拉链带呢是里外都折边，折边之后呢把它对齐，像这样呢上面这一块不要贴起来啊，要不然你回头贴这个拉链的时候里外不太容易去对齐。拉链我们大概根据版型量出一个，我都做好定位点了啊，大概是14厘米，所以我这边各预留了1.5厘米，因为这个地方的拉链布需要折回来啊。就是这个凯利这个机会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做，因为有很多新手不太会做。找一个这种钳子啊，或者是那种斜口钳是最好用的，但是我那钳子不知道哪儿去了。然后剪这拉链尺，其实剪的多了，这个东西它自然就有一个手感了，还是很好剪的。来，我们现在讲这个拉链啊，继续说这个拉链啊。
这个地方呢，大概找一个正方形，然后在这个地方先刷胶。通常我是先折这个上齿这一面，啊，然后呢，大概率的对折过来，把下面粘合好，上面这里要硬，然后给它用小锤敲实就可以了。这个地方不整齐些，不用管它，然后再把它翻到背面来，就和这个一样，刷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称的三角，大概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回头都夹在这个布里，所以它脏一些或者胶溢出也没关系。当然胶不用刷太多啊，这个地方就不要溢出了，否则会露出来就不好看了啊。刷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去干。然后我们把这个拿过来操作一下，是再这样折叠回来。折叠回来的时候呢，注意这一端啊，一定要平齐。拿起来操作。好，这样折叠完之后呢，就可以拿小锤给它轻敲一下。然后这边的拉链头就算折好了啊。折好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齿也装一下，因为反正它说的这么细了，就彻底把这个拉链这个折头的拉链这块给带过去算了。好，我们找到这个5斤了，把这个直接现在还不涉及到这个拉链头。找到上下趾啊，这个拉链头的火车头先放一边，别搞丢啊。OK， 我们找到这个上趾，上趾呢就直接给它打在上面就可以了。这看得着吗？还行，还行啊，勉强。你有时候一拿起来能对不上焦。好，我找一下我的小红啊，上好，上这个拉链呢，我是习惯用这个小红钳子，一定要捏到居中啊，这个看不看得清？千万别平啊。先不用捏死啊，捏死了之前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微调。如果一旦捏死了，就没得调整了啊。确认位置没什么大问题，然后直接用这个钳子给它咬紧，这个上趾就装好了啊。这是一条上趾，然后这是另外一条。这一条呢，一定要比对一下，要确保它这个齿啮合的这个距离啊。要平行啊，这样拉链头能卡进去。OK， 这边要去掉2个齿才可以。就是剪这拉链齿，剪出经验来了，基本上一下就可以了。剪好了也是一样，用小红钳子捏着这个，哎呦，小东西有点调皮是吧？好，这里一定要对好哈。大概是这个位置，咱先给它加个大概。这个上趾装完之后呢，一定要确保啊，就是这2个上趾一定要平啊，不要错位。你这样错位一点点，会有拉链头是顶不到位的啊，这一点要注意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找到这个拉链头哈，
这个时候先别折下面的拉链布，因为一旦折了之后呢，就不好装这个小火车头了。注意对齐这个位置，然后把拉链头这样啮合上来。这个位置是刚刚好的一个位置。然后上面那个盖片还有拉片呢，就先不用装。然后把下面这个地方和卡位这个地方我们再校对一下，看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长度。下边缘大概还要再减掉1个齿，因为要给这个下指留一个空间啊。这个下指大概要2个齿的宽度，所以说我们这里需要修一下。然后之前的打火机顺手就把它大概烧一下，不用烧的多好或多不好，然后一样把齿处理掉。下指方向的这个端头呢，我们也折完了。折完之后呢，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折完之后的这个三角和这个边缘不平、不整齐、毛毛糙糙的。这个时候呢，就直接拿刀给它修一下，没关系，大胆的去修。这个时候要确保刀是够锋利的啊。修完之后，第一时间先不要动，先大概烧一下，让这个尼龙打结，把这个毛边给锁住了。其他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藏在这个皮里面了，就没关系了。当然尽量是建议大家一次性给它折齐，这样呢就比较工整的一个拉链布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记得装这个下指，算了，这个也拍一下吧。下指就很好装了，给它卡到位这个拉链齿还多一个，给剪掉。剪齿的时候不要急，剪的多了你就能一下就能找到那个断点，然后把齿装进去，装到相对比较平的地方，拿这个金属的打台底座放在下面，然后用一把金属的小锤先别打死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再给它，这样整个拉链的制作呢就完事儿了。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内袋这里多刷一点胶因为之前为了好粘合这个拉链，所以这块呢是没刷胶的。好，刷好胶之后，胶刷有点多了这个胶刷的时候不要超过展孔在展孔以里随便你刷，只要不起胶疙瘩就可以。然后展孔以外尽量不要刷胶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个皮给它合下来就可以了。好，合完之后用小锤子把这个地方敲实一下，这样我们这个拉链带的一侧就做好了。然后这是里面这是外面，这样的话我们回头做好的拉链带这个地方先缝合，这个边我们
提前都油好了啊。这里记得要提前削薄一下啊，拿个刀片轻轻一带，基本上带掉一半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对贴的嘛，所以削掉半层就可以了。这块呢也是一样，削个三角。好，这样等会儿叠加起来的时候厚度就没有那么夸张了，好吧？